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的标题是种种迹象表明赵薇被中情局招募并进行文化颠覆和平演变的内幕。最近的赵薇事件揭露了境内外敌对势力互相勾结，实行文化颠覆和平演变，利用资本操控媒体舆论，毒害中国年轻人的险恶用心。毛主席早就说过，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当年赵薇出名是因为出演了一部台湾作家琼瑶编写的清宫电视剧《还珠格格》，随后她和台独艺人林心如大红大紫。林心如后来被证实在外网有太多支持台独的言行，甚至拿过著名的台独文化战基金2000万元用于拍摄电视剧《我的男孩》，投放大陆市场，之后被禁止播出。那些年我们的电视机里面满屏都是辫子戏，将部分国人的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辫子戏之风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广电总局出手禁止扎堆拍摄此类剧集。那为什么当时大量的娱乐圈资本要投入到清宫辫子戏当中呢？那是因为娱乐圈资本大部分来自西方敌对势力，西方列强无比怀念那个给他们带来源源不断巨额战争赔款并且无力反抗以及可以让他们世世代代奴役中国人民的满清。特别是日本，他们在打赢了甲午战争之后，逼迫满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并且向日本赔款2.3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满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和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政府将所得的赔款87%用于扩充军备和全面的工业化，剩下的全部普及日本的国民教育，这使得日本迅速成为列强之一，让他们更加沉迷于军国主义和对外的扩张。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之后国内就是军阀混战，当时的北洋政府全盘西化，照搬西式的议会民主制度。当时的中国有100多个政党，绝对的民主，但是民主的结果就是导致中国的国力日渐衰落。老蒋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日本在侵占了东三省6年之后仍不满足，继续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从而导致了全面的抗战。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幸好天佑中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腐败透顶的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的当家做了主人。经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自卫反击战等一系列战争之后，中国成功的拒敌于境外，没有任何敌人再敢侵犯中国了。在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埋头苦干建设国家的同时，又成功的研发出了2弹引擎、核潜艇等国之重器，使得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列强无法在军事上再威胁中国。前30年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到了1976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排名第6的工业大国了，而且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社会主义发展蒸蒸日上，为后30年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然而在后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在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江湖人称道上飞的邓小平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主动投降美帝，甘做美帝的附庸，嫌贫爱富，抛弃了亚非拉的穷兄弟，抛弃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背叛了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执行所谓的黑猫白猫论，全盘否定了文革以及建国以来毛主席制定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放弃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停止了输出革命，一味的追求经济发展，一切向前看。全国人民从上到下，从老到幼，都是满脑子的钱，搞得人人拜金，笑贫不笑娼，造成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巨大，社会不公严重，中国人民背上了新的3座大山。毛主席曾经说过，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在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之后，尤其是网络这块新兴的文化思想阵地，如果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各种不健康、腐朽颓废乃至反动的思潮和言论所占领。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文化领域以及网络媒体舆论的引导工作。但是以美帝为首的境外敌对势力可一天都没有放过我们，
他们可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他们觉得对中国来硬的搞不赢，就来软的，所以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思想意识形态、文化娱乐领域潜移默化的毒害中国的年轻一代，勾结无良资本操控舆论和媒体，企图进行和平演变，从而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布局，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改开40多年来，在境内外无良资本的操控下，我们看到的不是文艺界的百花齐放，而是娱乐圈千篇一律、流水线式复制的粗制滥造，思想低劣，内容反动，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只追求软色情感官刺激的烂片烂剧，还有那些无数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无才无德、吸毒嫖娼、圈钱睡粉、滥交的流量明星、青少年偶像。无良资本拼命鼓吹的国外的月亮就是圆，穷人就是不努力，富人都是白手起家，老子英雄儿好汉，996是福报，民心税损是福利，有钱代孕怎么了？等等腐朽反动的思想。那么这些思想都是怎么来的呢？众所周知，文艺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它其实就是政治，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就是权力。互联网时代的共同价值观不是靠学校书本教育塑造的，而是靠电影、电视、娱乐八卦、明星言行等塑造的，是靠大众传媒潜移默化塑造的，这是最高级的洗脑。而娱乐和资本结合，当明星成为资本家，当他们一个个成为大众偶像，当他们掌握了媒体，掌握了全方面的舆论优势，就连官网、官媒为了流量和利益，也不得不推送他们的信息，把他们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之时，他们就尝到了甜头，然后就想着更进一步，所要代表他们利益更高的权利了。为什么不能尝试做更大的交易呢？当他们已经拥有巨量的财富、资本、名望和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更高的追求。更何况那些大佬们很多背后都是境外资本，本来就是带着政治目的来的。你以为流量只是流量吗？你以为明星只是明星吗？你以为资本只是资本吗？当一个明星胡乱说的屁话就会有千万级别的点击量，而你一个普通人却被压制无法发出声音的时候，当资本掌握了你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而你却没有办法做出选择的时候，就连团共中央批评质疑赵薇的帖子他们都敢删除，更别提普通的爱国网友了。他们真是被无良资本操控在股掌之中，随意的揉捏，然后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毫无还手之力。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权力的真正含义。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经说过，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的身上，要让他们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所以国内外的反华反共势力勾结无良资本，几十年如一日，忠实地执行着当年杜勒斯的政策，比如要改变一代人，不需要说教，只需要给他们看电影、看电视剧、看娱乐综艺、看八卦媒体、看软色情、追流量明星就够了。比如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到的思想教育，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又比如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教育和思维方式，我们就成功了一半。又比如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性犯罪电影以及宗教迷信。又比如说教只会引起抵触和反感，而负责说教的那帮人说不定早就是反贼和内奸了。他们把自己都不信的东西阴阳怪气的再演绎一遍，只会造成更大的抵触和反感。年轻人会加速奔向那些奶头乐，他们就是带路人和引导者。在上述一系列的和平演变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的反动公知、反贼、恨国党、带路党、汉奸、卖国贼。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公开侮辱雷锋同志的梁宏达，长期公开侮辱毛主席和毛岸英烈士，还上过央视百家讲坛的袁腾飞，
大家可以去看我做了第34集视频，那集视频是我专门骂袁腾飞的。另外还有著名的汉奸卖国贼带路党公知矮大紧高晓松，大家看看高晓松公开说的那些反华反共的言论，无不是在误导群众，毒害年轻一代。说什么美国可没有抢过中国一寸土地，不知道为什么网上的愤青天天骂美国人，美国给中国援助，帮助中国抗日，援助中国的钱武器加在一起超过中国有史以来对外赔款所有赔款总和的数十倍。高晓松又说过，郑成功不是倭寇就没人是倭寇，郑成功就是如假包换的大倭寇。印度整个社会的那个平和，到处见不到警察，贫民窟那么大，但是犯罪率很低，几乎见不到小偷。听党指挥的军队叫党卫军，这个国家就完了。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并不准确，说什么台湾民主国。在815日本投降的那天，高晓松亲自参拜靖国茅厕，他还美化日本战犯，说什么那是为国战死，也不是战犯等等反动反华言论。在2020年6月28号，蜻蜓 FM 联合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请矮大紧高晓松这种汉奸卖国贼以总策划人的身份搞什么名人读名著的网络文化直播，明目张胆毒害年轻人。结果高晓松竟然翻车了，被亿万爱国网友骂得狗血淋头，不敢继续直播，离席而去。说明我们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同时这也说明我们的官媒宣传主管部门早就被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渗透的千疮百孔了。感谢党中央及时出手，这才有了原中宣部副部长卢伟被判刑和中央晚新办副主任彭波被逮捕，还有原央视主持人芮成钢间谍案被破获等等。我相信还有很多这种被洗脑渗透的蛀虫变节分子没有暴露出来，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干净彻底的清理干净。他们和境内外的敌对势力进行内外勾结，危害性特别巨大。要知道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我们天天喊着把权力关进笼子，这才是真正的把权力关进笼子。最有力量的权力不是那种看得见的权力，而是这种看不见的隐形权力。这种隐形的权力能够操纵左右全社会的思想舆论和价值观。众所周知，前苏联赫格勃的女情报人员被西方称为燕子，男情报人员被称为乌鸦。因出演小燕子而出名的赵薇已经大红大紫，名利双收了，那为什么他还非要不遗余力地搞今日妹妹和台独呢？那为什么那些犯下今日参拜靖国神策、大搞台独言论的演艺人员全部都和赵薇的有关联的文化娱乐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赵薇这些年可谓是劣迹斑斑。在2016年，赵薇投资的电影《没有别的爱》邀请了导演戴立忍，就曾积极的参加台独相关活动。戴立忍积极参与台独的反服贸暴动，反对两岸互联互通，积极参与反柯刚行动，在台湾教材上推动奴性的皇民化进程，并在外媒大力宣扬和支持慰安妇是自愿的。他一手推动将邪教法轮功的传教节目从美国引入台湾，并为他们搭台唱戏。同时他还和港独分子密切勾连，同港独人渣杜文泽一起为战中暴行加油鼓劲。其实中情局在对儒家文化圈的渗透、颠覆思想领域这条战线上的布局已经有很多年了。赵薇只不过是刚入行的小燕子，而戴立忍则是一直比他入行更早的老乌鸦。所以赵薇要在大陆搞文化渗透和思想颠覆，必然就要向资格更老的老乌鸦请教。说不定戴立忍就是他的上线。没有别的爱中的女主角水原希子，可以从以下这张被他点赞的辱华照片中明确的清晰的读懂，他是一个言行非常猖狂的反华辱华分子。而水原希子和前段时间被封杀的张哲瀚一样，两人都是去参拜了靖国神策。注意，他们不是去简单的参观，而是去参拜。如果戴立忍是老乌鸦，那么张哲瀚就是被小燕子发展出来的新乌鸦。赵薇旗下的文化公司就是公开的乌鸦燕子据点和文化颠覆的贼窝。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赵薇走上了这条叛规的不归路呢？回想当年那个长着大眼睛、漂亮可爱又充满青春活力的大二小女生，懵懂地来到京城打拼，梦想着凭借自己的努力去争得一个美好的未来。然而丑陋的娱乐圈中的潜规则则让她不得不接受，她妥协了，堕落了，
他甚至学会了主动去接近权贵，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他表现出了远远超出同龄人的世故、精明甚至圆滑。然而在他看似笑意迎合的脸庞下面，在他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对这个国家当时社会现状的仇恨。这种仇恨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中情局主管文化颠覆的情报人员却十分精通此道。中情局非常善于利用人性当中最负面和最阴暗的情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赵薇被中情局选中了，然后他就逐步被对方有意灌输了一个不存在的试万陶渊般的乌托邦世界。他开始可以走向好莱坞和日本以及欧洲去见见世面了。在那边他见到的所有人似乎都对他彬彬有礼，不会对他潜规则，对他温柔体面、大方得体，而且尊重欣赏他的演技。但是他不可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一场戏，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性奴导，也没有经历过欧美恋童癖的黑暗，所以他逐步慢慢滑向了别人精心编织的圈套，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到后来他也许真的相信，也许仅仅是为了报复社会，总之他开始变得冰冷和恶毒。他要获得更大的名利和权利，他要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惨痛宣战，他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报复社会，颠覆这个国家。但这一切都不是赵薇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理由。每个国家都有好人和坏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朴实的，其中有抗议时挺身赴险的党员干部，有救灾抢险时迎难而上的军人、警察和普通志愿者。如果美帝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真的成功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14亿同胞将会陷入到一种如何悲惨的境地。我们想想叙利亚，想想伊拉克，想想利比亚，想想这些天在阿富汗机场所发生的事情吧，想想那些拼命的想逃离阿富汗的普通民众吧。中国如果变成那样，谁会最高兴呢？不过这世间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赵薇的军旗事件其实是他入行的一份投名状，从此他就必须永远依靠隐藏在他背后的力量，终生不得背叛。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而他背后的力量也确实很强，毫无顾忌地彰显着自己的能量，不仅从舆论上将其强行洗白，并且还给予了他海量的金钱和资源，让其在中国内地娱乐圈成为了大佬级的人物，举手投足就能决定中国内地娱乐圈的风向。时任中情局远东行动处处长特拉尼选中了赵薇这只燕子，给予了他无限的金钱和能量以及资源，甚至将他作为优秀的燕子当面举荐给了他的上级，他的老板，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反华头子希拉里。为了对希拉里这位美国主子表忠心，也为了完成任务，赵薇就必须不断的做，就必须不断支持台独今日，就必须不断反华惠美，并且要利用自己手中的金钱和资源，培育出更多的新燕子、新乌鸦来执行文化颠覆、和平演变的大计划。否则他完不成任务就会死得很惨。中情局从来不养闲人，只养恶狗，但是作为恶狗就得咬人，就得四处散播狂犬病毒。整个远东地区娱乐圈的问题，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其实比想象中的更为严重。中情局对远东地区的思想渗透和文化颠覆的改造计划已经实施了几十年了。改造计划就是以日韩为中心，以台湾为跳板，最终的目的就是向中国大陆地区渗透，毒害中国的年轻一代。那些所谓的哈韩、哈日、男艺人娘炮现象，鼓吹反婚反育，教唆男女对立，鼓吹令人作呕的 LGBT 运动，否定历史，否定民族文化，打击民族自信，支持颠覆分裂分子等等一系列行为，都是中情局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颠覆战线上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这不禁令我想起了前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美苏冷战时期，在1958年，美苏之间有个交换大学生计划。艾森豪威尔曾经给苏联领导人写信，希望先邀请数千个苏联学生到美国来，所有费用都由美国负担。后来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这批大学生中的人有朝一日就会掌权，我们要努力争取这一代人。这一代人里面就有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主管改革时期的苏联意识形态。雅科夫列夫是个标准的红二代，但是他是个成长于苏共20大时期信仰崩塌时期的红二代。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学习的经历，使他对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充满了兴趣。苏联前科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1992年回忆录中曾经指出，在科格勃的档案中，至今都保留着50年代雅科夫列夫、卡鲁金留学时代与中央情报局基干人员的合影。但是科格勃当时并没有弄清楚中央情报局是否已经招募了他们，还是只限于一般的接触。从1968年起，雅科夫列夫就成为苏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因为他潜在的反共反苏亲西方立场使他成为了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1985年12月底，雅科夫列夫给戈尔巴乔夫呈送了一篇长篇变革方案。在这份名为《政治发展的无上命令》的长信中，雅科夫列夫认为，一切日后改革的目标就是人，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方式就是要摆脱苏联共产党的权力垄断。雅科夫列夫当上宣传部长之后，进行了苏联媒体领域的大换血。他把大部分亲苏的人员都换掉了，换上了大批反苏亲西方人士。星火杂志成了亲西方喉舌，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社会主义革命，鼓吹私有化，鼓吹自由主义。他在苏联主要媒体上大量安插所谓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各类媒体上大肆贬低苏联的成就，聚焦苏联时期的阴暗面和污点，恶毒攻击导致了当时苏联社会意识形态混乱，人心离散。他们开始造谣污蔑苏联历史上的人民英雄，抹黑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袖。1988年，一个普通苏联教师妮娜·安德烈耶娃在媒体上撰文：“我不能放弃原则”，抨击当时苏联全盘否定历史、诋毁斯大林的舆论环境。结果，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带头撰文抨击了妮娜，称她为保守派、反改革分子等等。自由派掌控舆论之后，普通民众有言论自由吗？从思想上、政治上摧毁苏联的就是雅科夫列夫这种人。前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并且时刻警惕。我们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两枚人呢？原中宣部副部长卢伟被判刑，和原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彭博被逮捕，以及前央视主持人芮成钢的间谍案曝光，就是鲜活的例子。40多年过去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和平演变的战略从未改变。此外，赵薇的老公黄有龙是落马大贪官，深圳市前市长许宗和的司机和亲信。黄有龙30多岁时就号称手中握有30多亿的现金，许宗和落马之后，最起码有几十亿的资金去向不明。而许落马之后，其原马仔黄有龙就立刻成为了所谓的新加坡富商，这其中的内幕令人浮想联翩。估计是在赵薇公开面见希拉里之后，黄有龙和赵薇就搭上了马老板以及孙正义那条线。赵薇和马老板两人不仅公开对外打出共济会入会的标准手势，并且被马老板入股控制的网络社交平台还不断删除赵薇的一切负面信息，疯狂推送关于他的洗白内容，然后对揭露赵薇罪行的网友进行限流和封杀。同时，赵薇和中情局的白手套孙正义格外的亲密。孙正义投资基金在中国内陆成功投资的巨型财团正在到处攻城掠地，收购吞并中国的各路媒体，入股和控制各大网络社交平台。资本开始利用大数据和 AI 算法给网民洗脑。如果有读者看了一篇揭露赵薇恶行的文章，社交平台系统马上就会给读者推送好几篇洗白赵薇的文章，同时还会推送好几篇造谣抹黑、揭露赵薇恶行作者的文章。另外，赵薇还涉黑。赵薇曾经公开在真心话大冒险的电视节目中说自己杀过人。根据这件事，网友们又挖出了关于万慧女士举报赵薇的事件。万慧的老公叫做吴乐水，这一对夫妻原本也是富商，但两人在公开曝光赵薇涉黑之后，他们的公司立刻遭到打击报复，并且宣布破产。吴乐水不得不远走他乡避祸，但还是很快死在了日本。而他的老婆万慧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目前已经精神失常。之后，赵薇的一个粉丝，他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就在赵薇的微博上留言，想请赵薇帮忙给自己的小宝宝起名。这个女粉丝的丈夫也姓吴，
结果几乎从来不回复粉丝评论的赵薇就立刻回复了。赵薇非常积极的给粉丝小宝宝起名为吴乐水。赵薇有没有杀过人我不知道，但是江湖上有个迷信传闻，就是说被你害死的人的冤魂会一直缠着你，要想摆脱不被冤魂一直缠着，就必须给新生儿取一个和被你害死的人同名同姓的人才能摆脱。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个世界上毕竟是有因果报应的。曾经气焰嚣张的反华头子希拉里已经下台多年，失去了权柄，而且垂垂老矣。曾经不可一世的投资巨额孙正义的投资基金遭遇大幅的亏损，宣布彻底退出了中国资本市场。曾经意气风发并且抱怨没有总统权力的马老板也即将自身难保。一个人可以追逐名利和荣华富贵，但是必须要有底线，那就是不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和魔鬼做交易。特别是演员之类等文艺界文化界的公众人物，必须爱国，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自古以来，背叛国家和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是从来没有好下场的，他们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亿万人民的万世唾弃，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本期讲完了，希望老铁们订阅、点赞、留言、转发，谢谢大家。